妈妈，今天是爸爸的生日，爸爸怎么还不回家呀？是不是因为妈妈你没给爸爸买生日蛋糕啊？实验，生日快乐！首先来许个愿，吹蜡烛吧。我不喜欢生日蛋糕，以后都不要准备这个。你爸爸他不喜欢吃生日蛋糕。安安，爸爸今天有事要忙，你先乖乖去睡觉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等爸爸回来，我还没给爸爸说生日快乐呢。安安乖，那我先让张妈陪你，妈妈现在去把爸爸找回来。陆哥，你真的要和一个没感情的人好姐姐？当年你跟知瑶姐的感情多好啊！行了，都过去了。再说实验和阮清和孩子都有了。今天陆哥生日，陆哥，生日蛋糕。原来你不是不喜欢吃生日蛋糕，你只是不喜欢和我在一起。我没别的意思，要不是阮清河突然出现，抢走了知瑶的位置，您现在跟知瑶姐肯定很幸福。至少我现在不会和他离婚。他自私，放他回阮家，只会欺负知瑶，留在我身边正好。陆实言，原来这7年，你心里一直这么看我。那你娶知瑶不就好了？刚好听说她快要回国了。知瑶，她现在是知香界最有潜力的新星。我这废人配不上她。结婚7年，我抛弃自己的事业照顾你，为你携手做羹汤。我以为总有一天能把你的心给补上。千和，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调香师。丹主，参加调香研学，不出2年，你就能做出全世界最好的香水。谢谢您。可我未婚夫出了车祸，我必须要照顾他。可你心爱的人一直是阮之友，原来这么多年，我不过就是一个笑话。你不怕阮清河知道真相离开你？他不会跟我离婚的。当初他为了跟知瑶抢我，不惜给我下药，怀上我的孩子，又怎么可能离开？清河姐，你怎么站在门外啊？清河，你到多久了？我刚在门口碰到清河姐。清河姐，你到的刚好，陆哥正好有点喝多了，你快带他回去吧。哎，嫂子，这么着急走，多扫兴啊！按规矩，要带走人，把这杯酒喝了。我酒精过敏，喝不了酒。哼，装什么清高呀？当年你给陆哥下药的时候，也没见过敏。今天是陆哥生日，你给脸不要脸？好啊。这杯酒给你脸了吗？阮清河，你又在闹什么？闹！陆实验，你不是说你最讨厌吃生日蛋糕吗？原来你不是讨厌生日蛋糕，只是讨厌我给你准备的生日蛋糕。是又怎样？阮清河，当年你费尽心思嫁进陆家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已经成为陆太太了，别不知足。是啊，成为你的陆太太，真是天大的恩赐。清河姐，陆哥真有点喝多了，你快带他走吧。你跳啊，你跳啊，省得我再看到你这张脸。好，我跳。哼。
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先活着。当初是你救了我，这么多年我也累了，是时候离开你，做回我自己了。陆时言，如果是过去，我肯定会亲自扶你上车，但现在我忽然不想了。王特助，扶他上车。以前他都是上赶着扶我的，是。这次怎么了？估计又是欲擒故纵的新戏码。阮清河，你为了获得我的注意，还真是耍尽手段。陆总，夫人到了。他这是在可怜我吗？王特助，陆总呢？夫人，陆总看到你睡着，就直接回家了。他竟然就这么把我扔在了车里，我还在痴心幻想些什么？他爱的人是阮之遥，不是我。你说你腿上之后总是胃疼，我学了很久才治好的，现在看来用不着了。陆时言，今天过后，你和你的白月光彻底自由了。生日礼物，往年的不合你心意，今年这份你应该会喜欢。晚点再说吧。你还是打开看看吧。你又在搞什么？实验，实验，生日快乐！实验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在国外留学时调香师协会赠送给我的珍藏版手表，赠送给实验你啊，最合适不过了。多谢。不知道姐姐送了实验什么礼物，一定很珍贵吧？安安，妈妈把爸爸带回来了。小姨，你终于回国了，我好想你呀！安安，你小姨这次要在国内待很久，你想什么时候和小姨玩都可以。阮之遥回国，他们应该都很开心的。安安，已经很晚了，该去睡觉了。妈妈，你没看见我在跟小姨说话吗？你别催了，我不要你当我妈妈了，我要小姨当我妈妈。谁要当这个小麻烦精的妈妈？安安，你推妈妈。实验，安安也不是故意的，谁能想到安安只是随手一碰，姐姐就站不稳了。阮清河，你是故意来引起我注意的是吧？陆时言，阮之遥随便挑拨一句，你就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只要他年纪轻轻就在调香界崭露头角，未来不可估量。倒是你，整天就知道争风吃醋的。是，他年轻，有才华，有事业，是耀眼的新星，所以你欣赏他，看中他。可你知不知道，当初嫁给你之前，我……够了，认清你自己的身份。嫁给你之前，我也是业界耀眼的星星，可是如今放弃一切，却换来你这样的对待。是时候重新找工作，回归我的调香师事业。实验，别这么说姐姐。姐姐虽然是家庭主妇，但一定很爱你和安安。姐姐还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，一定很有价值吧？
一定很有价值吧？不用看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只要你今天刚回来，早点休息。只要在家里住一阵子，他身子软弱，把你那间向阳的主卧让给只要，你搬去客房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什么都要抢只要的。陆诗言，我虽然爱你，却从未为雷池半步。阮之瑶生日那天，明明是你主动的，可在你心里，却成了我存心算计，强阮之瑶的。诗言，你没事吧？诗言，你中药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诗言，那一次我怀孕了，我只跟过你，没跟过别人，真的。我会娶你，但是其余的你肖想。时光横流中，这份爱多渺小，一放手就像散掉。我一想洒脱一笑，说人生那么长，爱与你王特助，把阮清河的卡全停掉。阮清河，跟我置气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几天才回来求我。阮清河，华国调香大师勿忘我的嗅觉，不会因为当了7年陆太太就消失。你可以的，是时候彻底离开这个家，追求自己的事业了。你要出去工作？站住！阮清河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结婚7年来，他一直乐于做全职太太，端茶倒水，照顾家人，怎么现在想去工作了？你无权干涉我。阮清河，阮小姐，很抱歉，你的简历确实很出色，但陆总亲自致电我们老板，抱歉，整个行业都不会录用你。是他。我一定会制作出全世界最好的香水，让华国的香水享誉世界。刚才那位女士是来应聘调香师的。顾少认识他，这阮清河确实是天才，但陆氏打过招呼了，不许录用他。您怕得罪陆氏，我们顾氏怕过谁？陆诗言，你为了把我困在家里，竟然让全行业封杀我。喂，你好。您好，阮清河女士，我是顾氏集团 HR。我们认为您符合顾氏香氛首席调香师的任职要求，不知您是否接受这个职位？3天后入职。顾氏，我愿意。谢谢谢谢。还有3天，我就要正式和过去的一切说再见了。姐姐，我刚签的地铺的 offer， 听说你也去面试了，怎么样啊？收到消息了吗？原来如此，你为了能让阮之瑶稳稳坐上调香师的位置，不惜动用关系全行业封杀我。陆诗言，你为了他还真是煞费苦心。你又在胡说什么？
只要是靠他自己的实力和才华进了地头，他年纪轻轻就在调香界崭露头角，未来不可限量。倒是你为什么就不能安分守己？陆家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穿了？姐姐，实验也是为你好，而且陆氏打过招呼之后，恐怕只有顾氏才敢要你。不过顾氏门槛极高，姐姐做了7年的家庭主妇，怕是进不去了。哼，说完了吗？看完就签字吧。阮清河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芷瑶，等会儿我们有重要的事儿，该走了。你去见安安。去啊。哼。3天后，我就会彻底离开陆家。安安，你是会选择跟我走，还是留在陆家？我要去找爸爸和小姨玩。这只是喂，石岩，什么事儿？安安她出车祸了。安安意识很快，怎么会出车祸？她只是知道我跟之遥在一起，利用孩子出车祸来骗我。你不要在这儿无理取闹，我没闲工夫陪你玩。我们走吧。抱歉，这张卡刷不出钱，要不您换一张？刷不出钱，他竟然盗取了我的卡！你得赶紧缴费，如果再不做手术，你女儿右手很可能会残疾。要不麻烦您先做手术，钱我马上补上。抱歉，这不符合规定。求您了，拜托！真的不行，要不您再想想其他办法。求您了，救救我女儿吧！求您了！女士，您快起来，您快起来，这个真的不行。刷我的卡。哦，谢谢您，要不留个联系方式，钱我马上还您。加个微信。哦，谢谢。你竟然没认出我来，没想到当年获奖无数的纸香天才会落魄成这个样子，以后就由我来守护你。这家餐馆的粥，安安最喜欢了。是吗？是啊。你让手受伤的我开车接安安，挂掉我所有的电话，原来就是为了陪阮之遥吗？陆诗怡，这就是你所说的重要的事情。陪他吃饭，值得你挂掉我所有的求救电话。他在你心里还真是重要。姐姐，你一个人吗？好巧啊！你跟踪我？安安出了车祸，右手骨折，现在还在医院做手术。我是什么？阮清河，你是怎么看孩子的？那你呢？你又在干什么？姐姐，孩子还在医院，你还有空在这发牢骚啊？实验，安安在医院肯定很害怕，我们还是赶快去看看安安吧。
连个7岁的孩子都看不好，阮清河，你配当妈妈？安安出事之后，我给你打过电话，而你呢？你又在干什么？原来他刚才打电话时，姐姐，你要是接孩子，也得先看好孩子啊，这样多危险啊！这点事都办不好是吗？小姨，你来看我了吗？安安乖，小姨，你最好了。阮清河，我知道，只要回来以后，你就一直闹情绪，但是你不该拿孩子当筹码。我有没有拿孩子当筹码？你回去看看我送你的礼物就知道了。在孩子眼里，只有他小姨；在丈夫眼里，你配当妈？只有我的错。好在，明天你们就再也跟我不相干了。你让爱一点一滴汇成河，在心里。姐姐只是闹情绪，一时间脑子不清醒，让她静一静就好了。他一直说的礼盒里，到底有什么呀？张婶，把阮清河送给我的生日礼盒找出来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石燕，我们不如直接回家去看看，反正姐姐应该也已经回家了。阮清河，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让陆时燕离开我的。石燕，你在医院照顾安安也辛苦了，你先去休息，我去找姐姐。阮清河，你怎么还这么死皮赖脸缠着石燕，非要让她看你的垃圾礼盒？那是我跟他的事，与你无关。跟我无关？如果不是因为当初我的那杯酒，你以为石燕会和你在一起吗？当初是你在酒里动了手脚，是你故意让陆时燕以为是我给他下的药，好让他恨我，就不怕他知道真相吗？你猜他会信你，还是我？姐姐，姐姐，姐姐不要！姐姐不要！阮清河，阮清河，你知道做了什么？石燕，我是想来找姐姐和解的，没想到姐姐……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陆时燕，你就这么信他？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是吗？只要他这么善良，不像你，伤了人你还敢在这污蔑？善良到给你下药，想来恨我。陆时燕，你惨的是腿不是脑子。石燕，算了，她毕竟是我姐姐。阮清河，对只要道歉。他不配，不知悔改，蛇蝎心肠，你还怎么配做安安的妈妈？来人，把夫人拖到院子里，让她跪在地上，盯着她，跪满2个小时，好好教教她规矩。夫人，您需要跪满2个小时。假如我没有挥霍，可见你的执着。下雨了，要不要叫夫人进来？让她长长教训，免得以后再作恶。是啊。7年的真心，只换来你的践踏和凌迟，这样也好。从此，我们两不相欠。我不要明天，你的眼泪里
夫人，2个小时到了，您可以进来了。吃啊，谢谢妈妈。从小在贫民窟长大，亲妈死了才结婚，果然是没教养的东西，竟然做出故意伤人的事情。妈，别这样说，姐姐也是心里苦，不是故意这样的。姐姐，快过来吃饭吧。只要不计前嫌喊你吃饭，你却一点感恩都没有，这就是你的教养。姐姐，喝口热汤暖暖身子吧。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，别再惹食言生气了。谁跟你们一家人？你什么意思？阮清河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我疯了才会容忍你们这么久，才会容忍你们一次又一次践踏我。站住！石烨，要我说，这种女人早就该离了。这种看不到希望的婚姻，早就该结束的。你要是走，可别后悔。我最后悔的，就是没有早点看清你们。后悔那天你中了阮之瑶下的药，我因为担心你而跟了上去。你还往之瑶身上泼脏水，这次要不是他善良不计较，你早就进监狱了。善良，善良到什么都要抢我的，抢我的家人，抢我的丈夫，抢我的女儿。不可理喻。算了，反正我以后不会再爱你们的颜了。陆时言，从今天起，你我分道扬镳，从此以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阮清河，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，你就别再给我回来了。石烨，这不过就是他欲擒故纵的把戏罢了。他之前一犯错就闹自杀，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？姐姐从小就这样，我眼球罢了。没过多久，她准回来的。自从你回来以后，他就开始作妖，没想到甚至还弄伤你。姐姐只要肯回来就好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，毕竟你们还有安安。他费尽心思嫁进陆家，怎么舍得离开？他不过是不想跟你道歉，故意闹脾气。等过几天想通了，就回来了。是你？先上车，我们路上说。再见了，陆时言，我以后不会再为了你让自己受任何委屈。石烨，你怎么了？刚才那列豪车车队应该是路过的，怎么可能会是接阮清河的？哎，这款包包蛮实用的，到时候给宝宝买东西也方便。你可以买给我吗？这是你第一次给我买包，谢谢，我一定会好好用的。阮清河，
看来是我高估你了，还没2天就自己回来了。阮清河，过来帮我换鞋。阮清河，以往回家，阮清河都是第一个来迎接我，今天竟然不回我。换鞋。哦。抱歉啊，鸡汤还有10分钟就好了。先生，太太没在家。爸爸，小姨去商场挑选喜欢的包了，反正妈妈的包放着也没用，我想把它送给小姨。这包是你拿出来的？对呀。太太一直都没有回来吗？没有。他又在玩什么欲拒还迎的把戏？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，这次是怎么了？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打开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盒？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我看看吧。我倒要看看他在礼盒里到底放了什么。幼儿园节日邀请函，他送这个给我当生日礼物干什么？难道是想让我陪他一起参加安安的幼儿园活动？阮清河，你果然满眼都是我和安安。爸爸，妈妈怎么还不回家呀？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妈妈很快就回家了，她怎么可能会不要我们呢？太好了，既然妈妈还没回家，今天能不能让知雅阿姨送我去幼儿园呀？今天我们幼儿园里有亲子比赛，我想让知雅阿姨跟我一起去参加。好。耶！陆总，收购地铺的最终协议需要您签字。对了，听说顾氏那边新来了一位首席调香师，能力超群。是吗？普通调香师1年都做不到的香气跃迁，他才进实验室就做到了，简直就是神赐的天赋呀！我们面临的竞争更大了。这是顾氏的录用通知书，难道那位很厉害的首席调香师就是夫人？阮清河？这怎么可能？顾氏怎么可能会用一个7年没有工作经历的人当首席？就算他进了顾氏，也不过是边缘角色。怎么有2个一模一样的礼盒啊？是妈妈回来了，还给我泡了牛奶。太甜了，妈妈泡的牛奶才不会这样。鸡蛋也没有笑脸，我要吃妈妈做的早餐。小小姐，夫人还一直没回呢。妈妈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不给我准备早餐？早餐有张妈给你准备，妈妈现在有事要忙。爸爸，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呀？以前妈妈不在家都会主动给我打电话，这次我给她打电话，她不仅没有开心，还挂了我的电话。他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。喂，
阮清河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要飞慕尼黑开会，你赶紧回来照顾安安。张曼会照顾好他的。我给你的文件签字了吗？什么文件？阮清河，你怎么当母亲的？因为赌气，就连亲生女儿都不管，你当初何必生她？我不管，她是自己长到6岁的吗？刚刚是你女儿的电话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清河，你才进实验室没多久，就做到了普通人1年都难以达到的香气跃迁。跟我来，我有事要宣布。各位，下个月的国际制香大赛是近10年来最盛大的制香大赛，故事的参赛团队将由阮清河全权负责。地破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突然想跳槽了？地破只是我的跳板，故事才是我真正想要去的行业标杆。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姐姐也在故事呢。我已经把你的简历发给顾总了，但是他没看上。他在故事，难怪我进不去。他的调香技术远不如我。前天我还看见他和顾总共进晚餐。看来有些人很懂得怎么利用机会。原来是靠潜规则啊。顾总，按资历来说，大赛负责人应该是钱总监，他跟过3届大赛。阮小姐才来公司没几天。资历不代表实力。清河16岁就获得了国际青年调香师大赛金奖，在座的有谁能做到？顾总，那您就是因为他才拒绝我闺蜜阮之瑶入职的，对吧？没错，他远不如清河，招他进来只会给清河添堵，只会影响公司发展。那您这么看好他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做出什么成绩来。哼！钱总监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如果我能带着团队在龙城制香大赛上拿到冠军，获得晋级国际赛的资格，那请你亲自向顾总道歉。当然，如果我失败了，我立刻辞职。清河，好，拭目以待。明天都要参赛了，你现在才买香料，会不会太晚了？不晚。我不是说过，我每月都会来采买一次。那3款最贵的香料，为什么不给我留点儿？那3款香料1斤就要上千万，没想到会有顾客直接买走了。你们，哼！哎，去对面街买去，那里的香料便宜。哎，你这人怎么……算了，这些香料我闻过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味道了。走吧。我倒是忘了，你天生嗅觉异于常人，就算不买他店里的香料，也照样能拿第1。走。这次我们地破肯定能拿第1名。你是不知道，龙城首富陆时宴给阮之瑶买了全龙城最好的3块香料，光是龙姐姐就3000万1斤。3000万啊！陆时宴，那些香料原来都是你买走的，你对阮之瑶还真是舍得。不过我听说顾氏才有全国最好的制香师，你看这位，举手投足间的气质，一看就是天生的制香师。什么天生的制香师？你就是看人家长得好看而已。天哪，陆时宴！车祸后他从来不出席公开场合，没想到今天为了阮之瑶破例。阮之瑶去哪里他都陪着。我以前身为他的妻子，不管让他跟我去哪儿，他都说不方便。
爱与不爱的差别这么明显，可惜我之前一直看不清。现在不爱他了也好，内心就不会感觉受伤。阮清河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站在那儿是要参赛？阮清河，你是知道之遥会来参赛，所以才特意跟过来的是吧？龙城制香大赛是专业制香高手的比赛，你不适合。阮之遥都能来参赛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够了，你为了和之遥争风头，也太高估自己了吧？我从来就没有跟他争什么，父亲和继母万事让我迁就他，是他习惯性的跟我抢，你大概是不信的，无所谓了，现在我也不在乎。你现在撒谎是越来越有底气了。信不信随你，我来这儿参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阮清河，制香大赛现场制香，全球直播，你做了7年家庭主妇，你拿什么跟这些天天在实验室泡着的人比？你要是在这出丑，用的是我这个做丈夫的脸。哼，陆时言，我们本来就是隐婚，更何况马上就要离婚了，这种担忧大可不必。离婚？你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手段还真是越来越夸张了。之遥之香，你也要之香，不就是想让我多看你一眼？你是故意过来干扰我的比赛，好为你的之遥争取优势吗？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如果不是的话，陆先生，还请你离开。我看你一会儿怎么应付比赛。这不是华国首富顾彦行吗？他今天怎么也来了？估计是得知陆总收购了地魄，还高价买走了3款香料，有危机感了吧？但这龙城也就陆总能让顾总不敢轻视。没想到陆时言为了阮之遥，竟然连地魄都收购了。要是以前，我一定会很伤心。现在，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。送给你的，打开看看。顾彦行，阮清河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？是我之前在香料店没买到的香料，谢谢你，顾总。阮清河竟然真的进了顾氏集团，还代表顾氏来参赛，可他明明什么都不懂啊！他和顾彦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总今天是来支持他集团的参赛选手吗？不过我怎么感觉他看那位美女的眼神好像很不一般啊？这位美女不会就是顾总苦练多年的白月光吧？难怪顾总这么多年片叶不沾身。石燕，看来顾总和姐姐的关系不一般啊。以前从没听说过姐姐会制香，今天居然代表顾氏来参赛。姐姐可是有妇之夫，这样和别的男人暧昧不清，不太好吧？林雨，华国甚至国际上公认的最资深的制香大师，居然亲自来当评委，他怎么来了？没想到导师也来了。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制香天才，终于重新出山了。我没看错吧？林雨大师为什么会去找阮清河？是清河，他认识林大师。请各位选手就位。我们的比赛规则是，各位选手用自带的材料，在2个小时之内制作出水果味的香水。前3名将代表龙城参加国际大赛。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我就说阮清河怎么可能认识林雨？她不过就是个家庭主妇。选手就位。你觉得谁会赢啊？顾彦行为了阮清河那个贱人不让我进顾氏，这次要拿到第1。你说的是那要个人我看哪胜负难料。动作这么娴熟，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学会制香的？
他怎么这么熟？该死的，我不能输给他。阮清河，他竟然代表顾氏参赛？没错，就是嫂子。打个赌如何？就赌西城郊区那块地，只要他不是倒数第一，地送你了。好啊，赌就赌。比赛结束，请各位选手把自己的作品交给评委们。终于射得出来了。对不起，老师，之前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定会在这个行业坚持下去。那你丈夫的腿？不重要了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他从来就不需要我。唉，看到没有，林雨在摇头，这说明啊，肯定对他不满意。将西郊那块地归我了。你当年要是跟着我研学，何至于此？请评委们给选手们打分。本次龙城制香大赛第3名是钱多多，第2名是阮之瑶，第1名是阮清河。怎么可能？我可是用了最顶尖的香料，龙血节还比不过你吗？你怎么可能是第1名？评委，我对结果有异议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问题？刚才我分明看到林老对他的作品摇头了，他怎么可能是第1？我摇头，是他因为婚姻耽误了7年的光阴。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我理想中那么好，但是在这个批次当中是最好的。可阮之瑶用的是最名贵的香料，珍贵的香料就像是华丽的绸缎，交给不会剪裁的人，也只能做出一件蹩脚的衣服。说得好，他的龙血节用量过猛，掩盖了前调的层次感，可惜了这么好的原料。阮清河，没想到你真的有制香的本事，看来我以前对你了解的太少了。清河，恭喜你！我就知道，只要你参赛，没有人比得过。你就是作弊，你不就是爱踩我陆哥了吗？想博他的眼球，绞尽脑汁，使尽一些下作的手段，抢走之遥的第1。孙远，你说话要讲证据。你说我作弊，那你说说看，我是怎么作弊的？肯定是他，肯定是他提前泄题了，不然你凭什么拿第1？阿元，够了。制香大赛的公平公正不容置疑。制香大赛的主题是开赛前1分钟，主持人从10几个主题里面抽的。他的表现确实令人惊艳。你居然帮着他说话？你最在意的不是之遥吗？你就不怕之遥难过？我只是陈述事实，不想你把事情闹大了难看。原来陆哥这么做是为了我好啊！我就说他怎么可能会帮阮清河？哼！清河，晚上红东酒店顶层为你庆功。不行。石燕，虽然没能拿第1名，但国际大赛我一定会拔得头筹。阮清河，这次你能赢我只是侥幸，下个月的国际大赛我会让你输得一败涂地。好啊，今晚红东酒店不见不散。阮清河，你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又在玩什么把戏？小姨，你也太厉害了！我就说你一定能拿大奖，不像我妈妈什么都不会。你妈妈她拿了第1。我妈妈这么厉害，难怪一直不回家，原来是在准备超级厉害的比赛呀！阮清河，你为了让我和安对你改观，一鸣惊人，哼，你确实做到了。妈妈得了奖，为什么不和你一起回来？我想妈妈了。这对父女越来越关注那个贱人。安，爸爸带你去红东酒店给小叶庆祝。好。红东酒店，那不是阮清河今天庆祝要去的地方吗？陆时宴为什么会选在那里？他是不是故意的？
哇，阮清河，真没想到你一比赛就拿第一，直接晋级国际之相大赛。钱总监，该给顾总道歉了吗？顾总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轻信谗言，对您和阮清河都有冒犯，之前的那些话我收回。姐姐自从有了顾总这个靠山，日子过得还真是滋润啊。清河靠的是自己，顾总都亲自去现场给姐姐捧场了，只是不知道顾总是对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这么特别吗？我怎么对我的员工好像还轮不到阮小姐在这指手画脚？我只是为了姐姐好，姐姐毕竟是有夫之妇，要是总这么受照顾，会毁了她的名声。你每天和陆时宴成双入对，现在说这话不太合适吧？不用理他们，我们走。阮清河，你庆祝完了，来918包厢。也好，我正好想跟你聊一聊离婚的事，我已经没有耐心等到你签字了。妈妈，你一定要来找我们啊！走吧。我让他来他就来，看来他并没有改变，他只是跟顾言行单纯的上下属关系而已。我一定不能让阮清河有任何回到陆家的可能。今天一切都该做个了结了。清河，来坐。我没想到你对志香竟然这么有天赋，之前一直让你做家庭主妇，确实是委屈你了。这次回去，我会通知行业解除对你的封杀，你想去哪个公司做制香师都可以。不重要了，陆时言，你喜欢阮之遥，大可以大方追求他。我看他好像并不在意你是不是残疾，没有必要一直拿我当挡箭牌。那天包厢的话，你听到了？原来实验娶她只是为了我利用她。我没有听到，猜的。既然你爱的人一直是阮之遥，那没有必要跟我继续演戏。你们好好过，我祝福你们。我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意见，签字吧。欲擒故纵，这招太老套了。让我猜猜，你是想要钱，还是想用安安来牵制我？他怎么可能真的放手？不过就是想逼我远离之遥罢了。这净身出户，连名都签好了，他来真的。安安闺女，签字吧。好啊，很好。等30天离婚冷静期结束之后，我会通知你去民政局。现在离婚还有30天冷静期。是的，新婚姻法规定30天。果然，他就是舍不得我。难道太太真的跟您提离婚了？等着看吧，不到30天，他就会回来找我。可万一太太是认真的呢？他舍得下我，舍得下孩子？是，更别说他最忍不了之遥好过。离婚不过是给我演了一出戏罢了。太太一向最重视您和安安。走。他签字了吗？签了。顾总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。乐意之极。10几年前我们就是校友，现在又是合伙人，所以你不必对我那么客气。校友？从那个时候起，你就住进了我的心里，可你的目光却从未为我停留。你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，我创办的这家公司，全都是因为你呀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我们是校友。对在意的人，关注总会多一些。以前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，将来一定大有成就。难怪顾氏能做成行业翘楚，原来顾总的眼光从那么早就开始了。既然认可我的眼光，那就一直跟着我，相信我。好啊。我想要的，其实是每一天清晨醒来，身边都萦绕着属于你的气息。清河，3天后的拍卖会，希望你能来。可是国际调香大赛，这次拍卖的是勿忘我大师的遗作。我当年为了彻底切割过去，宣告勿忘我已经死了，没想到大家还真信了。据说盒子里藏着的是逆转香氛界的秘方。好，我去。陆总，阮小姐发来消息，说拍卖会要开始了，问您要不要一起去。另外，我听说太太也要去，可万一太太是认真的呢？他这一招的确管用，我竟然时刻会想起他。告诉之遥，我去。石燕，谢谢你今天陪我来。作为勿忘我大师唯一的传承者，老师的香块我志在必得，你一定要帮我啊！反正勿忘我已经死了，谁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他徒弟。只要拿到秘籍，国际大赛上我一定能碾压阮清河。到时候，石燕眼里就只会有我了。石燕，在等人。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求顾总带他来，好让石燕吃醋？石燕，我头发卡住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？他竟然能如此平静，是一点都不在乎了，还是在装？阮清河，你装什么镇定？心里怕是早就嫉妒疯了吧？拍卖会现在开始。竟然真的是当年我准备送给陆时言却找不到的香盒。勿忘我大师的遗作《永恒之泪》，起拍价100万。哇，居然是永恒之泪啊！100万啊！100万！据说里面有勿忘我大师的制香秘籍。永恒之泪，盒子里哪有什么秘籍？只有我当年愚蠢又可笑的秘密。冉清河唯爱陆时宴。陆时宴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多久才能发现这块香下的文字。 150万，200万。我以为阮清河只是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他竟然举牌了。200万，他拒绝了用我的卡，哪来的那么多钱？500万。哇，这一下跳到500万了！这块香最多值200万，他竟然拍出这么高的价格。清河，继续跟，这笔钱顾氏出。 550万。清河为何也对这香如此执着？若之遥拍下，无论是香本身，还是所谓秘籍，之后总有机会让清河看到。石燕，这是老师最后的遗作，而且里面藏着制香秘籍。为了地魄，也为了华国香氛界，我必须要拿下它。以地魄的名义，继续跟。1000万。 哇，1000万呢！清河，继续跟，不用担心预算。不用了，顾总，顾氏的钱不该浪费在这儿。就算他看到了上面的字，又能怎样？我们早已结束，
何况他们永远不会知道，勿忘我就是我。顾总的情谊不该被这样挥霍。这箱最多值300万，阮之瑶竟然叫到了1000万。陆总的红颜知己看上的东西，1000万算什么？只要能博美人一笑，再多的钱陆总也舍得砸。谁让人家有这个底气呢？阮家把偏心当作宠爱，陆时宴把纵容视为生气，难怪他永远能有恃无恐。1000万1次，1000万2次，10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阮之瑶女士荣获永恒之泪。老师的遗作，我终是守住了。哇，这香气！这不可能！实验，有了老师的遗作，我一定会替地魄拿下国际大赛的桂冠。这箱上怎么会刻着这种东西？幸好实验刚才没看清。盒子拿来，我看这张秘籍。实验，对不起啊，可能外界传言有误，里面并没有秘籍。算了，顾总，我们回去吧。阮清河为爱陆时宴，这香块的字是怎么回事？可能是勿忘我看姐姐太痴迷你，所以故意刻上去嘲讽她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清河，香块上的字，解释一下。字？什么字？我怎么不知道这香块上有什么字？你不是勿忘我，那这香块上为什么刻着阮清河为爱陆时宴？陆总，这个问题你不应该去问已故的勿忘我大师吗？我也是被卷入的无辜者。无辜？你看上去可不像不知情，要不然你为什么紧追着香块不放？今天到场的制香师，哪个不是冲着大师遗作来的？只不过你的身边人志在必得，不惜用天价乱了所有人的念想。他果然不是勿忘我，他从我离开时一句话都不想多说，是不想应付我，还是另一种欲擒故纵？爸爸，这香好香啊，就像妈妈的味道。妈妈的味道？对呀，以前妈妈身上总会有这种淡淡的香味。小姨，你想好了吗？我们正想去看你呢。小姨一会儿陪你玩。实验，我来取香块，去实验室做成分分析。大赛时间紧，切一小块拿去研究就行了。这块香我另有用处。张妈，拿一把裁纸刀过来。放到保险柜。好。不过就是刻了那个女人的名字，居然值得她这样珍藏。好在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一个制香师如果失去了嗅觉，
上！顾总，清河，杀了他！走！清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香料，香料。我闻不到了，顾总，我闻不到了，我什么都闻不到了。没事，可能是暂时性的麻痹神经，我们去医院检查。不行，送我去赛场。大赛以后还有，你的嗅觉不能儿戏。不可以，顾氏和华国的声誉不能因我失信于人。好，那我马上安排医生到现场为你治疗。走。接下来的选手带伤参赛。他的额头受伤了，居然还来参加比赛，赢过阮之瑶对他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还是说，他听说我要来参加，不想错过这次机会？加了神经毒素的氨水应该喷在他脸上，我不信他嗅觉还在。阮清河，你没了嗅觉，这次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比。现在我宣布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只能依靠记忆了，每一个配方，每一缕气息，都必须想起来。他不对劲。这什么味道？好刺鼻啊！老师说过，真正的调香师是用心记忆味道，而不只是用鼻子。阮清河，你可以的。阮清河，一个闻不到气味的调香师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收场！我不仅要你身败名裂，我还要整个华国和顾氏因你蒙羞。他怎么回事啊？调香都不闻一下的吗？听说来的时候被袭击了，好像闻不到味道了。他不只是额头受伤，竟然连嗅觉都失去了，就这样还要坚持比赛？我从来不知道，他骨子里是这样倔强的人。他这是失去嗅觉了，我必须得把他换下来。不需要。陆总，你这是拿整个顾氏的声誉冒险。一个调香师失去了嗅觉，意味着什么？你很清楚。他说可以，就一定可以，我相信他。他这是用脉搏和体温来激发和判断香气，这手法只有忘我。他真的是忘我，他曾经那样爱过我，在香块上刻字也就不习惯了。那他当时执意要拍下香块，难道是为了不让我看到下面的字？他不肯承认自己是勿忘我，是为了跟我划清界限。他提出离婚，难道是认真的？王特助，把家里保险柜里面的那个香块送过来，密码是。接下来是展示大家作品风采的精彩时刻。这款痴恋如飞蛾扑火，明知结局是焚身，却仍然甘愿沉沦。前调是血橙的炽烈，中调竟用龙涎香模拟出灼烧的感觉，大胆又精妙啊！天哪，好高的分数啊！哼，有些人注定只是昙花一现。
终于知道怕了。3、2。我好像回到了第一次获奖的激动时刻，我想起了时隔多年初回故乡的感觉。这款香名为星石，并非我用嗅觉调配而成，而是用记忆、用心跳、用灵魂感知而成。我竟想起当年救下他时那份难以言喻的激动与满足。是类红技法，香印蝶舞，闻香生情，这是勿忘我的独门秘技。这意境，这手法，太震撼了！他作弊，这香味分明和我前几天拍下的老师遗作香块一模一样。没错，这香气确实和拍卖会上那块香很像，虽然更醇厚，但这怎么可能？绝对是抄袭！故事的人竟然抄袭已故大师的遗作，必须严惩！封杀他，永远逐出调香界！哼，他没有抄袭。这不龙城首富陆时宴吗？当然替自己老婆说话。石燕，你相信我，他连嗅觉都没有了，怎么可能调出这种级别的香？你肯定是提前备下了配方。或许，他的确是凭记忆调配出来的。看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但他绝未抄袭，因为他就是勿忘我本人。石燕，你竟然护他护到这种地步！什么时候，陆时燕的心彻底偏向了阮清河？石燕，我知道你想护着姐姐，可如果被国际评委当众揭穿，丢的可是整个华国的颜面。勿忘我是我的恩师，他7年前就已经离世，怎么可能会死而复生？我本想让勿忘我这个身份永远的埋葬，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。没错，我就是勿忘我本人。7年前，我为了家庭，才不得已对外宣称这个身份已故。哇，夫妻唱双簧，勿忘我已逝，死无对证，随你们编吧。我可以证明他是不是勿忘我。7年前，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正是载了勿忘我女士一程，听她谈起制香之道，我深受触动，最终投身制香这个行业。他若真见过他，早就该认出来了，看来是要当众揭穿了。石燕，我给过你台阶，是你执意要护着他，一会儿一起难堪，可怪不上我了。这么说，您见过我老师？是的。那是他吗？他当时戴着口罩和墨镜，没有看清他的容貌，但他说过，这香盒是想要送给她的丈夫，也就是她的救命恩人。后来这香盒落在了我的车上，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她，直到听闻她过世的消息，最后将这香盒捐给了慈善机构。不是编的呀？对呀，我就是那个救命恩人，当时因为救他，我的那串佛珠散落一地，有一颗至今仍未找到。他果然就是勿忘我。该死，绝不能让他赢，否则石燕更不会多看我一眼。你是他请来的演员吧？从出租车司机转行做调香师，这么荒唐的故事谁会信？他是不是演员，你一会儿就知道。陆总，给他。是。阮之阳，这就是前几天你在拍卖会上重金拍下的你老师勿忘我的一座香块，对吗？没错。他究竟想干什么？那你说说看，这个香块里藏着什么？难道真的有秘密？万一什么都没有？老师制作时我并不在现场，我怎么会知道这里面有什么？各位，里面到底有什么啊？这个香块里面镶嵌着当年陆时言救我时遗失的那颗佛珠。切开，切开就能验明真假。王特助，把那块香切开。是。
的是佛珠哎，这怎么可能？阮之遥口口声声说勿忘我是老师，就连自己老师都认不出，分明就是盗用他人名声给自己贴金。至香界怎么会有这种欺世盗名之徒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只要能这样面不改色的欺骗所有人，清河市区秀举，难道是与之遥有关？这盒子肯定不是老师的，我真的是勿忘我的学生。这个盒子属于谁的还重要？清河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技艺，研究出了新史，没有抄袭。这个冠军他实至名归。失去秀举还能调出这样的传奇香韵，世上除了勿忘我，还有第二个人？没错，原来阮清河就是勿忘我，他们的爱情故事太感人了。这香辗转多年，竟然又回到了陆爷手中。勿忘我死了，你凭什么复活？原来阮清河隐退是因为爱情啊！什么爱情？这香块是当初陆总为阮之遥拍下的，闹了半天，阮之遥是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啊！刚才你叫阮清河姐姐，所以是小姨子纠缠姐夫，太狗血了。岂止是纠缠，我听说陆总之前在龙城大赛前还砸了上千万给阮之遥买稀有香料呢。啊，阮小姐，是真的吗？我没有。他这种插足姐姐婚姻、冒充姐姐学生、利用姐姐名气的品行低劣之人，嘴里能有半句真话？我劝你们别白费力气了。阮小姐，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？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我和陆时彦先生已经离婚，他想要跟谁怎么样，都与我无关。他竟然当众宣布离婚，难道从头到尾都不是在演戏？他是真的要和我彻底断了？阮女士，您这次荣获桂冠，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？是陆时彦先生。他刚刚才宣布离婚，现在又说感谢我，是为了维护我的颜面，还是偿还我替他证明的人情？如果不是发现他需要的人从来都不是我，我根本没有机会重回调香台，可能还会一直在家做个籍籍无名的家庭主妇，更不会有机会站在这里。阮女士，您真幽默。那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们您最想感谢的人了吗？是我的老板，顾氏集团的顾总。在我失去嗅觉时，所有人都质疑我，只有他坚定不移地选择相信我。顾总的确魄力非凡，天哪！换作是我，绝对不敢冒险，更别说把整个集团的生意压上。是啊，所以顾总对阮清河是真爱啊，为了他不惜赌上事业。难怪阮女士要公开离婚了，爱错了人，及时抽身，永远不晚。真希望阮女士跟顾总能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真的好羡慕他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哦。对啊，真羡慕。是啊，真的好羡慕哦。这太甜了吧！我真的是好爱他，我也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。我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在一起哦。真的很甜蜜。在我失去嗅觉时，所有人都质疑，只有他坚定不移地选择相信。我也信他信得毫无保留，可我呢，一次次在和他之间选择了之遥，我选择的永远都是阮之遥。我再说一次，华商是他自导自演的。不管他解释多少次，我都没有信过他。现在顾衍晴会不会接这个机会向他表白？他会答应吗？我知道，很多人对我和顾总的关系难免会有猜测。在此，我要郑重澄清一下，我与顾总只是单纯的合作伙伴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太遗憾了吧！顾总，我听钱多多提起你，早已心有所属。您这样的好人，我不希望我的存在会影响你该拥有的幸福。他刚刚挣脱一段伤痕累累的感情，不愿意轻易开始新的关系。我明白。如果没有顾总的信任与支持，我根本不可能重返调香台。他是我的贵人。
他是在怪我当初封锁了他的出路，不让他外出工作。从前他在家时，明明承担了那么多，却从不抱怨，以至于我从未察觉到他那么渴望工作，更不知道他在调香上这么拥有天赋。清河靠自己的能力征服大家，他进公司不到半年，就给顾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名誉和效益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再想打清河的主意，我奉劝各位不要白费心思，因为他已经是顾氏的正式股东。仅凭技术，我眼前竟然让他入股，我这个做丈夫的，却从未给他过应有的认可和尊重。清河他是带伤参赛，现在需要马上去治疗，请各位让一让。只要今天竟然提前离场了，王特助，去查清楚他最近见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情。是。爸爸，我今天看了直播，妈妈也太厉害了吧！小姨说妈妈的影香碟是买的，说妈妈故意骗人，但是今天大家都看到了，明明是妈妈自己做的嘛。小姨是不是经常跟你说这些话？对呀，小姨在国外，每次视频都会说妈妈的事，说妈妈配不上爸爸。小姨，你最好了。安安，很晚了，赶紧把牛奶喝了去睡觉。妈妈，你没看见我在跟小姨说话吗？你别催了，怪不得大家都不喜欢你。我不要你当我妈妈了，我要小姨当我妈妈。原来如此，阮之瑶一直在给安安灌输这些想法。妈妈现在好厉害呀，但是她说要离婚是什么意思呀？妈妈离开我们了。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妈妈了？虽然小姨也很好，但她今天对妈妈好坏。放心吧，爸爸不会让妈妈跟我离婚的。现在我连站都站不稳，怎么比得过那个顾艳欣？不，我绝不会放手。我要多久才能正常走路？按之前的训练状态，至少还要3个月。那要是按今天这样来，1个月。但是您现在的训练状态，10天，我只要10天，这种强度会非常痛苦。没问题。清河，以前是我对你误会太深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努力的站起来，给你一个惊喜。这次换我来追你。终于可以丢下轮椅了。王特助，去纯爱高奢帮我买一枚结婚戒指，要最贵的。清河，当初连一场相爱的婚礼都没能给你。陆总不是买给太太吗？太太的职位是……算了，买项链吧。爸爸，你没事吧？爸爸。安安，
爸爸没事，你先自己去画画，让爸爸冷静会儿。原来清河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根本就不是安安幼儿园的邀请函，是离婚协议书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逼他给直瑶道歉。你就这么信他？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是吗？直瑶他这么善良，不像你。但是如果我肯相信他一次，或许他根本不会想到离婚。抢我的家人，抢我的丈夫，抢我的女儿，不可理喻。算了，反正我以后不会再碍你们的眼。陆时言，从今天起，你我分道扬镳，从此以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阮清河，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，你就别再给我回来了。生日那天，他第一次给我这份离婚协议，但他是什么时候想跟我离婚的呢？我这废人配不上你。原来包厢里的那句话他听到了，难怪从那天起他再也不服我了。每一次离开都那么的决绝，每次回来都迫不得已。我竟然还愚蠢的以为他是在吃醋。他费尽心思嫁进陆家，怎么舍得离开？他不过是不想跟你道歉，故意闹脾气。等过几天想通了，就回来了。如果不是我盲目自大，能早点发现这份协议，或许我还有挽回他的余地。每一次他的眼神都那么认真坚定，而我却自作多情，以为他是在欲擒故纵。这次我怕是真的要彻底失去他了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阮小姐。太太失去嗅觉，是她找人喷的神经毒素。在您生日之前，阮小姐受的伤也是自导自演。至于重要事件，够了！清河骂的没错，我之前不光是腿残了，脑子也残了。要报警吗？是。实验，我带了炭火酱猪耳，你最爱吃的。没胃口，你今天就搬出去。你跟我走。对呀，你之前明明喜欢的人是我，虽然姐姐谁不知道？难道就因为姐姐的智香天赋比我好，赢了比赛，所以你就喜欢上她了？她是我妻子。你们已经离婚了。你认为姐姐身边有顾雁行，她还有可能会回头吗？况且，如果不是她下药爬床，本就该在一起的人是我们。你确定药是她下的吗？现在坦白，我还可以从轻处理。她能站起来了，不但没跟我分享，向我表白，还质问我。难道她发现了？不，这不可能。你还不说吗？调香大赛。我不是有意针对姐姐的，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我太想赢得比赛，让你再多看我一眼。明明跟你青梅竹马的人是我，明明你爱的人也是我，可自从姐姐调香以来，一切都变了。我爱的是以前那个善良的挚友。石岩，我错了，石岩，我知道错了，是不是只要我肯改变，变回之前那个善良的我，你就会给我机会？完了，你所做的每件事，都在把我和清河往绝路上逼。清河，你的嗅觉恢复了吗？护士请了最好的医疗团队，已经恢复了。恭喜你啊，能站起来了。是你给了我提前站起来的勇气。清河，这功劳我担不起。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陆时宴，你说什么喜欢的是善良的人，分明就是爱上了阮清河，想一脚踢开我。阮清河，
我费尽心思，凭什么最后的一切都是你的？我要你身败名裂，顾燕行和陆时宴都对你避而远之。清河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是我咬牙坚持康复的唯一动力。你走之后，整个世界我还要多久才能正常走路？按之前的训练状态，至少还要3个月。那要是按照今天这样的，1个月。但是您现在的训练状态，10天，我只要10天，这种强度会非常痛苦啊。没问题，清河，以前是我对你误会太深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努力的站起来，给你个惊喜。这次换我来追你。哎，清河说不定要被顾衍行抢走了。陆时宴，你要坚强起来。哎，何必呢？贱人，你来这儿只是为了说这个？不是的，监控修复了，阮之瑶她那么恶毒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怎么，离婚冷静期，你替他送给我的赔罪礼物？不是的，监控已经修好了。阮之瑶她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，我被她蒙在鼓里，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对不起，这个是我对你的赔罪礼物。冷静期还有10天，我希望你能给我挽回的机会，让我重新追求你。重新追求我？陆时言，你说这句话不觉得可笑吗？有些伤害不是你站起来就能弥补的。清河，我知道之前偏心阮之瑶，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，让你受尽委屈，但是那些都是阮之瑶的阴谋，我被他蒙蔽了双眼。你30多岁的人，连基本判断力都没有吗？是我蠢，冷落忽视了你，不愿相信你，甚至都不愿意承认你的能力。但是安安需要妈妈，对我来说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们不能失去你。好一个最重要的人，你之前怎么对他的？心里清楚的很。顾远行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顾总，算了，他知道不知道，信不信都不重要了，事情都过去了。清河，我知道我对你的伤害极深，你恨我，没有关系的。我只希望你能给我挽回的机会，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的真心，我会弥补我之前犯下的所有过错。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如果你真的想弥补，那请你离开我的世界。清河，没错，陆时宴，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弥补。别妄想着清河原谅你。顾远行，你觊觎清河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珍惜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绝不可能放开清河的手，就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安小姐，这是昨天陆先生给安小姐买的布偶包。喂，陆先生，安小姐不见了。姐姐，想不想见你女儿最后一面？明珠酒店1818。阮之瑶，你那5岁的孩子你都不放过，他那么喜欢你，为了撒谎骗陆时宴而冤枉我，还带你去亲子会，谁就说你是他妈妈，你怎么下得去说？要怪就怪他是从你肚子里面爬出来的。阮清河，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你一个人来，你要是敢报警，敢把视频传出去，或者敢告诉任何人，我马上要了他的命。说，妈妈救我，我害怕。你别动他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清河，安不会有事的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定位跟着了，警方已经布控了。放了安安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
哼，脱衣服，把他们两个伺候舒服了，我今晚可以保证你女儿还有呼吸。好，糊涂。只要这个视频送到陆时宴眼前，就算他再爱你，也会嫌你脏。时宴只能是我的。顾雁行看了这个视频，也只会掉头就走。你让安安先出去，别让他看见。可笑，你到现在还管他看见什么画面？不想配合，我立马可以杀了他。你要是敢动安安，我保证你活不过今晚。黄泉路上，我拉你垫背。脱衣服，把他们两个伺候舒服了。动不了了。别冲动，相信我，我绝对能让安安没有任何闪失。脱衣服，把他们两个伺候舒服了。王特主，开快点！是。我要是早一步把阮之瑶送进监狱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。清河、安安，你们千万不能有事啊！顾雁行，你发给我这个什么意思？清河在哪儿？他正在被人羞辱，你看不见吗？为什么不进去救他？他让我在车上等着，都计划好了。计划？等他被毁掉吗？他去你不知道吗？赶紧进去救他！他这是要让阮之瑶把罪行做尽，彻底把他送进监狱。你这么着急，是怕阮之瑶永无翻身之日？你他妈在胡说什么？像你这种既要又要的渣男，还真有可能。清河如果真有事儿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什么是比他的安全更重要的？快一点！是。阮之瑶，你把法律当什么了？儿戏吗？这就不劳你操心。对了，安安不是一直都很讨厌你这个妈妈吗？你想做什么？我这儿可有安安讨厌你的证据，等我公布出去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因为被女儿厌弃，抑郁成疾，失手杀了她，然后愧疚自杀了。多么完美的结局啊！继续拖。贱人，你敢偷袭我！幸亏我提早吃了抗凝药。需要马上送医院。不用，他只吸入了迷药，暂时晕了过去，一会儿就能醒。里面的人呢？都晕倒了，没有行动能力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从我发现秀菊被他弄丢那天起，就在等这一天。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为他准备的。阮之瑶，我们的账该清算了。检察同志，视频证据我已经提交过去了。涉案的3个人现在全部在屋里，没有行动能力。清河，安安他没事，但你的阮之瑶这次到头了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清河，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优柔寡断，就不会一次次伤害你们。或许我早该看清，那份执念包裹的早已不是美好，而是毒药。警官，我可以和姐姐说2句话吗？阮清河，你又赢了，凭什么？家世、天赋、男人，你生来就赢。我拼尽全力去争去抢，到最后一无所有。你错的不是争取，是贪婪。我和陆时宴已经离婚，我以为只要我退出，你就会收手，没想到是我高估你了。少在这装圣母，
你离开实验不就是玩欲擒故纵吗？现在转头不向顾夜行这个接盘侠，你不用再伺候残废了，你心里早乐开花了吧？闭嘴！不是谁都像你，心里装满了肮脏的算计。我说错了吗？你刚回国的时候，安安那么喜欢你，我曾经想过把女儿和陆时宴都交给你，可没想到你竟然歹毒到利用孩子，只为毁了我。成王败寇，随你怎么说。阮清河，你让我不好过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。小姨，你太坏了，我讨厌你，我以后再也没有你这个小姨了。走。陆时宴，我希望你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今天的事，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。清河，安安受了这么大惊吓，你难道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？她需要妈妈。我还有事。清河，你跟我回去吧。这几天你不在，安安一直吃不好睡不好，都瘦了一大圈了。妈妈，我好想你，每天晚上都梦到你。这是我画的全家福，送给你。安安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可我和你爸爸再也回不去了。这个完整的家，妈妈给不起了。安安乖，以后安安想妈妈了，就给妈妈打电话，妈妈去看你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安安永远是妈妈最爱的宝贝。他竟然没有一丝动摇。清河，我知道你事业心重，回去以后，我把整个地魄公司都给你，以后你就是地魄唯一的掌权人。清河，如果你愿意，故事可以马上转到你的名下，让你来做这个掌门人。顾言行，这有你什么事？谁不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一个白月光？你这样一直纠缠着清河，你就不怕你那位吃醋吗？我心中的白月光，从始至终就只有阮清河一个人。原来也只是他，我竟还可笑的以为他只是惜残，以为他对那段旧情念念不忘，我和清河或许还有机会。清河，我给你保管的那个木盒，你从来没有打开看过里面的东西，对吗？现在去打开看看。你们都先回去吧。陆时宴，明早9点，民政局见。清河，爸爸妈妈真的要离婚，不要我们了吗？放心吧，妈妈不会离开你的。妈妈，快开门，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呢。爸爸，我们这样跪着，妈妈真的会心软吗？看看吧。雨太大了，我去开门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好。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想让安安生病。安安为了这个家，竟然陪我跪在雨里，我再试最后一次，哪怕不要尊严。清河，我发誓，我跟阮之瑶之间绝对没有任何越轨行为。精神出轨也是出轨。你果然听到了包厢的谈话，但那些都不是真的。我早就在和你的朝夕相处之间，
爱上了你，我当时只是懒得跟他们解释，所以才随口附和的。我不爱阮之瑶，真的不爱，只是我醒悟的太晚了。你回来以后，他一直跟我说你欺负他，我又想到是我救的你，所以我才把那份愧疚和怜悯错当成了爱情。你要是承认你爱的是他，我还能敬你几分坦诚。现在你说你不爱他，爱的是我，陆时言，如果你的爱这么容易转移，那不如你去爱别人。以你陆总的身份，多的是女孩想要排队嫁给你。清河说的没错，我和你不一样，他不要我，我这辈子大概再也娶不到别人，因为从我见到他第一眼起，这里就再也装不下别人。你撒谎！今天看在一个在窗台上晒花瓣的女孩，这一眼我就知道完了，他会注意到我。好几天过去了，他从未注意到我。我发现了他的秘密，还喜欢他的后桌，那个叫陆时宴的男生。他总是安安静静的在角落里偷看他，即使我知道我希望渺茫，我也忘不掉他。我输了，但我不是输给你，我是输给了我自己。亲手把一个爱我入骨的女孩从我身边推开。安安，走，我们回家。以后想妈妈了，可以跟她打视频。妈妈，你能送送我吗？就送我上车。好。妈妈，这些天爸爸每天都在后悔，安安也很后悔。安安，你还小，又受了阮之瑶影响，妈妈不怪你。只是以后我们都要向前看，好吗？嗯。清河，我会照顾好安安的。清河，时言，救护车！爸爸，时言，你撑住，时言。陆时言，你就那么爱他，爱到甘愿去为他死？阮之瑶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阮清河，谁让你是个没妈的野种！这次我不会给你机会让你伤害别人。叶行，我想和他单独待会儿。好，我和安安在外面等你。陆叔叔，以前妈妈对其他小孩好一点，我就会吃醋。你会吃我爸爸的醋吗？不会啊，对我而言，只要你和妈妈能幸福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顾叔叔，谢谢你，你和爸爸一样好。以后你可以做我爸爸吗？你早就是我的女儿了。时言，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憧憬。也谢谢你给了我安安，让我的生活多姿多彩。只是没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燕行他对安安很好，甚至比我还细心。你可以放心了，我们会带着你那一份好好活下去。也愿你在那个世界得偿所愿。